不是谢总，我朋友马上就到了。我不也是你朋友吗？他说车就在这儿。不是，这两辆车哪是您的呀？这个。谢总，您这车被前面挡住了，您走不了。这个是我的车，他老占我的地儿，跟我来劲，我就堵着他。我跟你说，堵着好多天了。您这么做也不对啊，你们俩都走不了。没什么不对的。一，我可以这么干。二，我乐意走啊。哎，我朋友真的马上就来了。您喝这么多酒，您不能开车。我也是你朋友，我怎么不能开？哎，我静静。哎，真的不行，谢总，我给您叫个代驾。哎，小心小心，脚，哎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大梅子，这就是你老板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你以后少纠缠她。嘿，街上漂亮姑娘多，怎么都是你女朋友？不是，喝酒了是吧？喝酒了，没少喝啊。还真没少喝。这喝着酒还敢开车？喝酒了。开车了，哼，行，别跟我说这话，咱跟交警聊聊，看交警让不让你喝酒开车。哎，有事说事，找警察叔叔干嘛呀？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你以后少纠缠她了。说半天，你谁呀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是叶辉，这是我叶辉的女朋友。哎，你是那个上古的叶辉，上古的叶辉。佳佳，这就是你男朋友啊？哎呦，误会了，绝对是误会了啊！好眼光，好朋友，不是哥们儿，误会。你这么着，哪天咱们一块儿聊一会儿，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啊！行，回头聊。哎，谢总，你不能开车。还敢开车是吧？我叫代驾，你们先走，马上就到。笑你还笑？你是没有看到我们老板最后那个表情。代驾，就代驾。来，喝这。笑死我了！啊，什么人呢？这都是。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他那个样子。我都不知道明天上班之后见到他，我该怎么面对他了。文静，你明天还要去他那儿上班啊？哎，这种人渣你还要在他手底下工作啊？要你管啊？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什么叫要不要我管？哎，你现在可是我女朋友啊！谁是你女朋友？你刚刚都承认了呀！你当着谢总的面，你不使劲点头呢吗？那小头点的可实在了啊！赖皮狗，我要走了。哎，说谁赖皮狗呢？我说姓叶的，姓叶的都是赖皮狗。嘿，你这么说，那你这杀伤面可就大了啊！你这是把我全家都给得罪了。我又不怕。哎，你不怕是吧？这个怕不怕？这个怕不怕？这个怕不怕？你干嘛呀，叶辉？你说咱俩都是男女朋友关系了，这拥抱一下有什么的呀？谁跟你是男女朋友？你现在跟谢总没什么区别。我跟谢总的区别可大了。
这会儿谢总会像我一样英雄救美来救你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上车！好，快上车！你碰到我胳膊那个筋儿了。哎呦，快哪儿？我看。那么讨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，我怕痒。没问题，这个您放心。好，再见。谢总，谢谢您对我的照顾，在您这儿兼职我学到了很多，不过我还是打算只干到今天。你在我这儿连1个月都没干够，是不是你那个盛谷集团家的大公子让你辞的？没有，是因为我想要回学校准备我的毕业论文。这个好办呀，我给你1个月假，你回去准备就好了嘛。谢谢您对我的照顾，毕业之后我打算出国。你们现在这个大学生，读的都是死书，你出国转那么一大圈回来，然后再从基层干，回头熬上来都成黄脸婆了。你在我这儿，什么资源我都支持你，多好。对不起，谢总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路呢都是自己选的，也不拦你。不过呢，公司的规定还是规定，你在我这儿才待了不到1个月，章我给你盖不了，好，再等几天啊。英姐，我再干1个星期就回学校准备我的毕业论文了。我已经跟谢总说过了，您看我放在公司的1万本金，这2天能不能给我提出来？你现在还没有办法把本金提出来啊？不是说好3天就能赎回吗？那是普通的鲤鱼宝，你买的是鲤鱼王宝，是属于公司内部员工特有的品种，你呀必须在职1年才能取出来。这跟当时说的不一样啊，而且那些都是网上的协议啊。你看啊，这合同上可都写好了，鲤鱼王宝属于公司员工内部福利产品，收益与规则以银保公司政策为准。你从来没有给我看过公司章程啊！你可不能这样讲啊！我没有给你看，你也没有问我呀。40%收益没错吧？再说了，你也没有问我这个普通产品和内部产品有什么区别。行了行了，你现在不还在公司吗？等你离职的时候，我们再聊这事啊。你现在还是公司的实习生，就好好站好最后一班岗吧啊。对了，你帮我把这碎了吧啊，谢谢啊。还不错。我答应过花花，不跟教授私下联系，怎么办？教授，见面，现在吗？坐下。终于肯见我了。你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，什么事儿？你在银保公司实习。你都已经在大学念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学了，为什么还要选这么一个不着调的公司？你知道吗？花花那个大傻子差点就买了你们公司大额理财产品，还好被我拒绝了。
花花幸好有你这么一个聪明的理财专家为他保驾护航，我差点害了他。你害不了他。我就是想提醒你，毕竟你在这个公司实习，如果公司的信誉出了问题，对你来说没有好处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，也是因为这个事情。你给我打过电话吗？哦，我想给你看一下这个。我知道我不应该把它带出公司，这是公司近1个月的客户银行流水，领导让我把它碎掉，但是我怀疑银保最近确实有些问题，所以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可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是有问题。咨询费、考察费、风险评估费，这3项占了太多的金额，相反，真正的投资理财比例却很少，典型的空手套白狼。你的观察力有进步。那既然知道了，就赶紧撤出来吧。我还有钱在里边。多少？1万。1万就算了吧。先撤出来。但之前很多客户都是我拉进来的，起初我不知道银保是一家骗子公司。虽然我的1万块钱不是什么大的数额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如果我一个人撤出来，我觉得对不起他们。我想为客户做一些什么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插销和花花怎么还没到？他们跟我说堵在路上了，可能赶不上了。天哪，怎么办啊？不等他们了，我陪你进去吧。不行不行，你根本进不去的，前面全都是保安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进去，想办法把他引出来，你在这等我。行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你先去，我在这等你，注意安全。你这个房可买的值啊！哎呀，天天在涨，真不容易，给你约个酒。今天能见到你太不容易了。怎么会呀？等你好久了。平时，哎呦，都是朋友。现在我们的几个项目都不错。你们这个钱放在我这儿，你们还不放心啊？哎，钱都放这儿，全靠你了。你今天2分钟，马上还没喝好。2分钟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这么多人。谢总，陈总，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，咱们能到外面说吗？外面？这么多客户，你让我到外边？不是，我有些话想在私下跟您说。那你就说吧，是不是张英跟我提的？你想把你那1万块钱要回去？哎呀，这孩子怎么不明白呢？公司有没有规定？规定就是规定，我不能让你坏了规矩啊。可是规定也不是这样的。哎呦，这么着，我个人补偿你点，行不行？这不是拿着，谁出门带1万块钱现金呀？这个，平时听梅姐说过没有？我还收藏小玩意儿，小古董。看这个没有？别有乾隆的，10万8万，别人都不给看。这个给你，咱俩这账就算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谢总，我不能要您的东西。你怎么就那么不明白呀？那天说了让你把那车开走，还今儿有这事儿。我告诉你，钱我现在没有，都不在这儿了。有也是他，没有也是他，就这个，拿着。行，去吧。哎，老李。哎，谢总。谢总，来。老东西拿个赝品骗你，把你当傻子玩呢。别去了，我觉得这事儿咱们还是从长计议。但这事儿没完。就这玩意儿，它能值60万？千真万确，谢总，您看这。
这么贵重的鼻烟壶，你怎么那么轻易的就送给我了？我真的不敢收。不过幸好我有朋友在拍卖行工作，拿去做了个鉴定。您放心，这个鉴定说肯定假不了。我朋友的拍卖行是林文武先生的拍卖行。谢总您好，我是记者乔海峰。哎，来，你们别拍，别拍，别拍，别拍！谢总，来，谢总你说一下吧，你挡什么呀？怎么今儿有空过来呀？梅姐没看新闻吗？银宝的谢总被抓了。是吗？其实我跟他也不是很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没打听清楚就介绍你过去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啊，不过正好今天晚上我还有一个局，这来的可都是各行各业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过去，我再帮你一次。这些都是这些年你给我买的包和鞋子，它们都很漂亮，也把我包装得很漂亮。但是今天是时候该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你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扮成一个芭比娃娃。我说刘文静，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做人可要讲良心啊！你可别忘了，当初你来上海的时候，是谁收留了你啊？又是谁教你打扮，教你融入上海，又介绍资源给你？最重要的是，我从你身上捞到半点好处。是，我感激你。如果说认识苏小毛算是一种巧合的话，那应该算是一场温暖的巧合吧。因为无论是我还是苏小毛，都没有想过用自己的真心去愚弄别人的感情。还有谢总，我不是你第一个介绍给他的实习生，对吧？所以你为我做的一切，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？我不想再猜测了。只是我现在很清楚，我跟你不是一路人。说完了吗？你少跟我在这长篇大论的。怎么，现在觉得自己高尚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刘文静，你是我一手教出来的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变得跟我一模一样。哦，对了，我可以再教你一句。今天你学不会保护自己，早晚有一天，你遇到困难不要来求我。我想我刘文静
永远都变不成和你一样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从我妈妈生病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别人的肩膀是靠不住的，只能靠我自己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曾经对我的关心和照顾。再见了。慢走不送。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大的题目？因为互联网金融是这几年金融创新的一大热点，所以对于风险的研究，我们可以提前开始。详述一下风险因素。我选取了2008年至2014年5月以来109个 P2P 借贷平台问题进行实证。P2P 融资平台的网络运营创办时间越长，时间越久的，就代表它的借贷平台风险越低。不要光扯理论，我们要落实到实际上。如果市场退出，要如何实施呢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政策。英国金融监管局提出过生前遗嘱这个策略，金融集团可以提前制定好如何管理未到期的借贷，向出借人分配偿还资金，追踪延迟支付、违约支付的各种流程和计划。这样一来，即使平台倒闭了，依然可以得到解决。怎么办啊？刘文静，刘文静，恭喜啊！答辩成功，恭喜你！答辩还没成功呢，先别忙着恭喜。肯定能成功的，我相信你，你最棒，你没问题。哎呀，叶辉，你能不能别闹啊？我没闹。教授，我答辩怎么样？过了吗？我是不是紧张了？哎呀，完了，我搞砸了。啊！恭喜你！你看看，我说绝对没问题吧？天明，我正好有要紧的事想找你商量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杜主任，刚好我也有话要对你说。啊，那你先说。我想辞职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学校的环境对我来说太安逸了。我父亲临终前也对我有所期许，我必须得跳出这样的一个舒适圈，多给自己一些压力，可能会对我好一点。你是个做学术的料，以你的能力，不仅仅在学术方面会有很优秀的表现，即使是进入社会，也会大放异彩。不过，你离开学校对于我们来说一定是个损失。不过，对于你个人来讲，一定会有更好的前途。谢谢你，杜主任，谢谢。加油！怎么样？刚这展览有什么感受？我能有什么感受？我又不懂艺术。但我觉得这些艺术品应该每个人看起来都有不同的想法吧。我也不懂。我还跟你保证，里面这些看画的人，不定有多少真懂的。凭什么这么说？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。之前有一回我也参加一个展览，就看有个展台上啊，只放着一个特别普通的墨镜，那些看展的人呐，就一个个拿着手机疯狂的在拍照，剩下那些艺术家、评论家，一个劲儿就说啊。这是当代艺术品的写照，要么这是现代行为艺术的最佳捷径，就反正各种各样的评头论足都是跟艺术沾边的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过去告诉他们，那副墨镜就是我自己摆上去的，那就是我自己的墨镜。你也太调皮了吧！那所以你想想这些人，他们是真懂还是假懂呢？哎，也别说我了，你怎么样啊？毕业之后准备干什么呀？
实我还没有想好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还不错的公司，能去上班多学习一些。因为之前我卖红酒的时候啊，我得出了一个道理：红酒并不是最好做的生意。如果以后想靠做生意赚钱的话，我可以选择跟女性有关的，还有跟孩子有关的。女性跟孩子？就好像说，你跟一个女生说你买瓶酒吧，她不一定感兴趣，而且她有50%的可能性会拒绝你。但是如果你跟她说，美女，我这里有一款眼霜，只要你涂在眼睛上，第2天你的皱纹全都消失了。你猜怎么着？她马上能给你打钱。还有啊，现在朋友圈里都是跟婴儿有关的，很多妈妈都喜欢晒司机宝宝的照片。只要你跟大家说，我们有一款奶粉，小孩子喝了会长高。我的意思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，所有的妈妈每天都会围着你转，你就会赚很多很多的钱。所以以后呢，我还想扩大我的网店，不光卖红酒，还可以做一些跟女性、跟孩子有关的，那包括的东西就多了，什么奶嘴啊、奶粉啊、零食啊，还有被子啊、褥子啊。你又哼什么？不是，我其实刚刚我都没怎么在听你说，我都你只是在看你就是我每次说什么的时候，你除了笑就是全都是一脸歧视。我现在看你完全跟我见你的第一印象不一样了。有什么变化？你现在是一个妇女跟儿童的杀手。杀手？我才不是杀手呢。你继续讲，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这种感觉。我不跟你说了。教授，这里好美啊！花，你说实话吧。您看出来了，这是我同学婚礼。那你为什么要那么胡说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初恋。女孩一个人来参加情人的婚礼是很丢人的。所以你就骗我？就一次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，你就帮我一次吧。我还是走吧。哎，花花，好久不见。这位是你男朋友吧？是。真带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诓我呢。啊，今天真是惊喜重重啊！真没想到你和插销各带了一个伴儿。插销来了吗？对啊，在那儿呢。你看，插销来了，吃个饭嘛，赶紧的。你把小木带来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但是我记得你和林科之前关系不好呀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啊，那个林科师兄事先邀请的我非拉着他来的。教授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帮朋友都很争气啊？你看，刘文静跟叶辉发展很顺利，现在插销也有望脱单了。这不正好呢吗？你把教授也带了。我先走了。教授，教授。邢天明，不是你干嘛呢？来都来了，为什么不配合到底啊？摆个臭脸给谁看啊？我是被花花骗来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这种情况，我也不知道我过来是给他当挡箭牌使的。说什么呢你？这是花花，就算你不爱他，这么多年友情啊，你就把他丢在那儿不管不顾，在同学面前脸面丢尽。花花喜欢你的感觉我太清楚，一次次期待，一次次失望。我真的不想让他再经历我经历过的难受。我知道，我不能勉强你去接受他，去喜欢他，但是你能不能作为朋友帮他一次？
们共同期待这一枚象征幸福的手捧花究竟会被谁抢到呢？来，现场所有的单身未婚的年轻男女们，赶快来迎接你们的幸福吧！手上，来吧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倒数，3、2、1。恭喜这位帅哥夺得了手捧花。那接下来呢，请我们这位先生来到舞台上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获得的幸福，好不好？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您结婚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那么今天呢，既然您抢到了手捧花，我们就给他一个大大的福利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先请所有的先生们回座休息，请全场所有的单身女性朋友们起立。接下来呢，就请您将您手中的这一枚象征幸福的手捧花，送给任意一位单身的女性朋友，象征着传递幸福。3、2、1，谢谢同学们，你们毕业了！毕业你看这氛围，你看这气球，我专门准备了520个。知道，你都给我提了800次了。红坊不好吗？你要想找更好的地儿啊，我可以帮你订啊。他就喜欢这儿。这是他最喜欢的曲子，我专门请过来演奏的。我发现你现在品味怎么变了？为了个女孩还这样？你呀，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我呸！谁说葡萄酸了？老板，小仙女给您打了10几个电话，您都没有接，她让我过来接您。那我非得现在走吗？现在立刻。你老妈找你，一定有什么急事儿，你先跟她走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你别给我办砸了啊！这几年你的业绩一直很好，但是代理大区主管啊，跟销售的职责是不一样的，关键是带好下面的团队。你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角色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是很看好你的。谢谢领导。回想起上大学这些年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能够来到咱们公司实习，一干就是好几年。这里对我来讲，就好像是我另外一个家，真的很有感情。我学到了红酒知识，也学到了很多销售技能。最幸运的是遇到您这位伯乐，我真的很感激。感恩的话，就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坦白讲，您给我的这些机会，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，都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不过现在，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新的规划，可能这一次要辜负您的期望了。
哎呀，小仙女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非把我可回来了！你爸竟然今天让叶冲列席董事会，说是为以后介入公司管理做准备，他不是脑子进水了吗？把我骂个狗血淋头！老爷子这是老糊涂了吗？居然让叶冲……是，这样，妈，您先消消气儿，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。您本来心脏就不好，别再气生病了。我现在真的有点脑充血了，你赶紧想办法啊！你这样就莫名其妙多出一个竞争对手。好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头晕啊。鲁菜，赶紧倒杯水去。好的。这样，在边上歇一会儿。人家，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以前做红酒销售的老板想让我留下来，还让我做华北地区的代理主管。主管？这太厉害了吧！刚毕业当主管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我觉得之前业绩好，是因为大家在帮我，尤其是薇薇，给我介绍了那么多客户。以后啊，也不需要我们多为你操心了。有了叶辉，就等拥有了一切。你看这个 party， 都是他一个人亲自操办的。要不是因为他妈妈临时有事找他，还不知道有什么惊喜摆在后面呢。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对啊，差不多了吧？来，杯中酒，干了吧！再次谢谢大家，今天为我庆祝。恭喜你。大家先别走。怎么了？我有些话要说。哟，一晚上不说话，说呗，说些好听的啊。花花，你没事吧？薇薇，怎么了？刘文静还你包钱的那张卡，如果没记错，已经存够20万了。花花，你说什么呢？花花可能喝多了，我没喝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钱是我存的，包也是我换的。花花，说什么呢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走。差事你坐下，今天这话我一定要说完。那天我住在薇薇家，薇薇出去了，同学叫我去聚会。我这个人就是太虚荣了。我拿了薇薇的包去参加聚会，谁能想到回来的公交车上被一个小偷用刀划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口子。我到处去问，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修好。我又没有钱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偷偷去买个假包，然后放回去。我想薇薇有这么多包，她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到。等我哪天攒够钱了，我买个新的放回去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可是刘文静她偏偏就选中了这个包。好好的聚会，你说这个干嘛呀？人家薇薇所以你就让刘文静背了这么久的黑锅？不是，花花早就跟我坦白了。你别替她说话，花花。一直以来，我以为你只不过是有些小虚荣，爱面子。我以为你绝对不可能做出任何伤害朋友的事。可为什么？是我不让花花说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别说了，教授。为什么你做的错事要让刘文静来负责？你们不是朋友吗？你们不还住在一块儿吗？这么久以来，你是怎么面对她的？别说了，教授。就因为你的面子，你让一个初来乍到、一无所有的刘文静来替你做错的事负责。你说你知道自己虚荣，你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错事儿？你说你对不起薇薇，教授别说了，你最对不起的是刘文静。教授，你跟她道歉。别说了，教授。你跟刘文静道歉。教授过分了啊！走啊！走，走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
干什么呀？你刚刚干嘛那么凶啊？你知不知道你对花花那么好，花花心里多难受啊？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吗？你被他伤害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他欺骗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他是你，没有。刘文静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傻？你说谁傻呀？不是，你到底听没听明白？你怎么比傻子还傻呀？那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愿意。我告诉你啊，傻子都比你聪明，因为傻子不会去伤害一个爱他的人，你明白吗？可你一直在伤害我伤害谁？我现在说的是你，现在说的是花花，你不要跟我扯我呀，我跟你没什么关系，是你。我看见梦里清澈的眼神，我听见午夜深刻的歌声，我忘不掉你停住的黄昏，就说我触摸到你身后的余温，我们不应该这样。你现在懂了吗？你一直在伤害我。刚刚发生的事情不可以让花花知道，谁也不能说。还有，这段记忆不应该在我们俩的记忆里。无奈这个世界总有点大，我路过深夜寻找你呀，你就别再离开我好吗？他这是小叶总昨晚回来的很迟，回来之后就一直坐着喝酒，今儿大早才睡着，我没敢叫你。起来吧，爸。昨天晚上又到哪儿去刷夜了？见客户去了。你就穿成这样去见客户啊？私下遇见的。我看你又是私下去约会了吧？哼。周妈。哎。开饭。好嘞。董事长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叶总，给。周妈。哎。你去忙吧。好，好。最近集团压力很大，国家紧缩银根，我们有好几个项目都滞留在半路了。可你呢？啊，你是球照打，舞照跳。你这样下去，我怎么能把集团交给你来管理啊？难道要交给叶冲？你弟弟他还年轻，虽然他比较上进聪明，可他毕竟是个学生。不过，要是照此发展下去，他可是大有可为啊。我倒是无所谓，我有我自己的事业。但是您呢？咱们一家人几代人的积累，就这么移交给一个外室，叶冲跟他妈妈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你有自己的事业啊？你去看看你管理的公司，年年亏损，一塌糊涂。再怎么说，叶冲也是你弟弟，你们是亲手足。那也是婚外生的弟弟。我今年就会给他证明的。
拿咱们自家的股份给一个私生子证明，你也不怕传出去笑话？叶辉，你应该知道，叶冲是因为你才出生的。爸，您别再说这个事儿了好吗？当时叶冲出生的时候，我那白血病不也是误诊吗？然后呢，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母子俩登堂入室，步步紧逼的。3岁大的孩子就会给母亲争宠了，5岁登堂入室进了咱们的家门，甚至还上了家宴，闹得您跟妈妈10多年来婚姻不和谐。您说咱们这个家还是个家吗？您真是把叶冲他们母子俩看得太简单了，疼爱小儿子也不带这么疼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咱们叶家的血脉，他会得到他应有的待遇的。这些年我亏待过你吗？啊？你又给我什么回报了？我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工作，夜里12点上床睡觉。我也希望你帮我分担一些工作，可你呢？啊？玩跑车，玩电竞，玩电影，就是不干你分内的事儿。我之所以培养叶冲，也是想让他鞭策鞭策你。拿他做磨刀石，屠龙刀都会给磨断的。你个臭小子！爸，爸，消息，消息。刚刚我不应该把话说得这么重。以后家族的工作我也会多替您分担的，但是你也得多考虑考虑我跟妈妈的感受，少让那小子掺和咱家的事儿。这个事儿已经决定了，你就不要再多说了。我今天还有3个会，你在家给我好好反省反省。爸，您身体都这样了，何必这么拼呢？你不明白，努力是一种形成习惯的态度，你缺的就是这个。花花，我给你熬了粥，要不你喝点粥吧。你要是不想吃包子的话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些沙拉。花花，你这都1天没吃饭了，身体行吗？人呢？房间里，还是不肯出来。早饭都弄好了，就是不吃。花花，花花，花花吃早饭了，有煎包、油条、粥。那我们去吃火锅，要不吃那个死贵死贵的米其林餐厅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花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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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，撞门。花花。
我又没死，你吼什么吼呀？你说句话呀！回去吧。花，吃点东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是劝不动了，俩人都是牛脾气。我看啊，要不你去劝劝教授吧，毕竟他是因为你骂的花花。这样下去确实也不是办法。来了。你在家呀？你在家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跟我走。去哪儿？花花呀。花花已经把自己关在家里1天1夜不吃饭了，我跟插销用了各种办法，他都不肯出来。那你找我干嘛？什么叫我找你干嘛呀？你这个人也太铁石心肠了吧！我不管，这祸是你惹的，你必须走。怎么就是我惹的祸了？祸是他惹的吧？他自己做错了事，难道不应该自己反省一下吗？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那可是花花呀。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这句话？那可是花花呀。因为她是花花，我就要回应她吗？因为她是花花，我就要一直围着她转吗？那我的感受呢？我的感受呢？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你就去一下吧，哪怕让他吃1口饭，就1口。花花这样做也是为了我。如果他有个3长2短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求求你了。进来啊！还是没出来吃饭。你站着干嘛呀？快去啊！哎呀，赶紧！来的路上咱们俩怎么说的？快去说呀！好，我知道了。花花，是我。我不吃。你说话，你说话，你说话。花花，对不起，那天我没有经过思考，我就说出了很多伤害你的话。对不起啊。你现在可以出来吃点东西吗？你接着说，就说，就刚刚说过的就行。花花，我们真的都很担心你。其实不只是我们，就连你的粉丝们也都很担心你。你这2天都没更新吧？他们也很着急，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呢。你得振作起来啊！不要因为我就……你接着说。花花，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。好了，花花，别哭了好吗？你看刘文静帮你准备了早饭，你快吃点吧。啊，来。田总，经过我的一些调查，我认为这一只雷电科技的股票是历年罕见的神股。从3月1日它刚刚登陆深交所开始，它就一口气拉了29个1字涨停板。到了5月21日，它的股价已经冲到了327.01元，与当时的发行价7.14元相比，其涨幅高达47.79倍。虽然目前经过大盘调整，它的股价跌到了72.01元，但我相信这只股票它一定可以再创新高，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继续持股。
按你的方法操作。徐总，小夏，徐总，今天总公司会来发布人事调度，我的分管范围可能也会有变化。你如果想改岗的话，就告诉我，我能帮你。徐总，您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总不能一直做助理吧？你要记得，人事变动往往是升迁的机会，把握住了。我一直相信跟对人很重要，我认准您了。老板，徐总来了。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陪我聊聊天吧。怎么了？这么丧啊？我一直想把德仪做成国内最顶尖的公关公司，可我们老板就是想套现。这一看上市机会渺茫，直接把公司给卖了。不想回去上班了。不想上班就不去。那我能去哪儿啊？我难不成回家啊？对啊，你就回家呗。徐叔叔不是一直想让你回到瑞来地产帮忙吗？但是我喜欢公关这个职业，它更有创意。地产是高度资源密集型，也不是我的长项啊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靠着家里边。那听你这意思，你这是说我呢？你别对号入座行不行？不是我对号入座。你看看这座城市，这座城市所有人都在这样给我对号入座吧，包括我父亲。可事实上呢，光辉只有启动资金是胜股投资的，剩下的一切，我的游戏公司、游戏战队、直播公司、电影公司，哪一样不是我靠自己的实力一点一点打拼下来的？就因为我是叶天然的儿子，就要一直顶着这个标签活一辈子吗？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人家都认为我是继承来的吗？是啊，不管咱们再怎么努力，别人都觉得我们是咸鱼而生。但是，那又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生活环境、教育环境，哪一样不是原生家庭给予的恩惠？假如我生在刘文静这样的家庭，我还有可能做出今天这番事业吗？如果你生在刘文静这样的家庭，你当初还有可能出国留学，这么快就打拼到今天的位置吗？所以呀，不要一边享受着光环，一边又害怕被捆绑。别人爱怎么说让他们怎么说去。最关键的一点，我们自己要活得漂亮，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。是我钻牛角尖了，谢谢你啊，叶慧。您的条件不符合我们的招工要求。哦，刘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结婚了吗？我没有结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边不招未婚的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工作特殊，不招女生的。啊？
半天啊，真是忙。大伙谢谢。哎，小姐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怀疑你们今天的拍品是有问题的。那这个跟我没有关系，请问您有请柬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请柬。我刚刚捡到的这个宣传单就发现了问题。那您都没有请柬，您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请问你是拍卖行的员工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如果你们的拍品有假，欺诈了消费者，也跟你没有关系吗？什么？拍品有假？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您听错了，你听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姑娘，你连我们的会场都进不去，是怎么判断出我们的拍品有假呢？非常简单，因为这个。怎么说？巴黎之泉玫瑰香槟是世界上的顶级香槟，采用的是德斯布朗德葡萄园生产的葡萄，一直坚持最优的品质。如果当年的葡萄品质下降的话，就会推迟到下一年再生产。据我所知，1994年葡萄园易主，葡萄品质下降，所以根本就没有生产过这款香槟。既然没有生产的话，那又怎么可能会被拍卖呢？请问您在哪高就啊？您先别问我这个。如果你们坚持还要拍卖这款香槟的话，就属于欺诈消费者。你别紧张，我们拍卖行从来不卖假酒，所以也不拍卖1994年的巴黎之泉。我们拍卖的是93年的酒。那这个上面印的就是1994年。这是我们宣传部门的小伙伴粗心大意印错了，几个小时之前旧的已经撤下了，被你捡到的这一张不过是漏网之鱼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差点因为我的冲动给你们惹去了麻烦。你的观察力很好，酒类知识储备的也不错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家品德拍卖行？拍卖行？不瞒您说，我一直想找从事女性相关的行业。线上销售我也比较熟悉，不过至于拍卖的话，我之前从来都没有了解过。不好意思啊。小姑娘，你先不要急着拒绝。首先，佳品德拍卖行也会有线上拍卖，属于线上销售的一种模式。其次，你既然懂酒，应该知道最受女性欢迎的香槟品牌吧？就好像今天拍卖的巴黎之泉。难怪，刚刚门口排队的都是女性。我们虽然是拍卖行，但是拍品主要是针对女性市场。你现在有没有兴趣要加入我们呢？哦，还没有自我介绍，我是佳品德拍卖行鉴定部总监林雅丽。你好，我叫刘文静。这么早就过来准备了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对了，叶总，前2天我碰到一个小仙女，眼光很毒，一上来就把海报上的错误给指出来了。气质也好，敢说话，整体感觉都不错。正好她刚毕业，还在找工作，我觉得可以为咱们公司的初期鉴定储备资源。是这样，林经理，您呢是这方面的行家，一切您说了算。不过以我的建议呢，既然是刚刚毕业的新手，还是应该在您手下多实习实习才行。那是的。咱们那边看看。你叫我小文就好了。小文姐你好，我叫刘文静，我是老板的助理。我们的工作很庞杂且事无巨细，你没有时间学习，只能在工作中摸索。但你也不能出错，因为我们的老板很挑剔。我知道了，小文姐。
小文姐，我以前是做红酒销售的。你的简历我看了，虽然雅丽姐对你的评价不错，但你毕竟是个门外汉，拍卖和销售大有不同。这也是你已经可以在原来的公司做到领导，但是到这儿却只能从实习生做起的原因。拍卖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，一定不是卖东西的，而更像是站在商业立场上的老师，每一句话都对拍卖产生着影响。不过你的形象不错，还有亲和力，慢慢跟着学吧。我知道了，小文姐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哦，对，隔壁那间是老板的办公室，他不叫你，你不能随便进去。他在吗？他基本不来。雷电科技抛出一份10送12的中报分红预案，在利好刺激下，这几天股价反弹已经突破100元。你果然是有眼光啊！我请你来，是我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。我只是运用了逆推思维，当市场的观点达到高度一致的时候，拐点必将来临。吉利并购德仪高层大换血，原总裁与副总裁双双发布辞职信。是徐威吗？是的。勇气带着你我前行到下一个黎明，就算再险的路不怕输，梦想在心中翻滚，推开那一道门，逃离舒适区又能怎样？天空中将要破晓，有谁能阻挡大就会的招呼？同伴们，徐总这位千金可不得了啊，是德仪在被收购前的2把手。啊？是吗？怪不得一上来就 COO 呢，就怕新官上任3把火，搞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堂。我还听说呀，他是主抓和圣谷合作超级乐园的事儿。何必多此一举呢？直接去圣谷当少奶奶不就得了啊？来，小小，把我的包拿到办公室去。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。虽然每次输入我的名字，第一个跳出来的词就是虚伪，但其实我是不屑与之为伍的。可能第一次见到大家就跟各位聊工作，显得工作狂了一点。但是我刚才一进来，扫了一眼，咱们这一屋子的人啊，哪个又不是呢？既然咱们都是一丘之貉，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未来的1年里，我的目标是建立更好的企业文化形象，来面对资本市场，降低成本，降低负债率，企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。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几千亩上万亩的拿地。我宣布取消我们在3线城市10个文化地产项目。之后，我们的工作重心会全部放在1、2线城市，重点就是拿下跟圣谷的合作。小文姐，您叫我。哦，对，这个是我们下个月要发布的新计划思想指教的资料，你把它翻译成英文。我知道了。哦，等一下，录音笔充满电，带到会议室，我们要全程记录，不能漏到谈判过程中的任何一句话。明白。你身上什么味儿啊？你刚才吃什么了？米线。记住，以后在办公室千万别吃味道这么大的东西，万一我们老板带我们出去谈判，你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小文姐。小文姐，你怎么了？胃不舒服吗？还有点。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？没事，你去忙吧。
那好，一会儿开会了，我来叫你。好。各位同仁，关于我们酒窖的这个思想计划，我希望在后半年当中，大家能够从具体的 KPI 完成绩效考核上，以及网络营销推广上，拿出真抓实干的一些推进步骤。那么具体的数据，就意味着我们的实力彰显。所以，我希望诸位同仁用心投入，专注作业。小文姐，你累坏了吧？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刘文静，刘文静，哎，来了。怎么了，小文姐？这录音笔怎么没声啊？啊？我看看。哎，我充电了呀。糟了，好像没录上。什么？没录上？这么重要的会议你没录上，万一要是老板让我们重复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跟他说？怎么跟他交代？不是，小文姐，你先别着急。小文姐，刚刚会议内容的重点我都已经记下来了。那么多的东西，你怎么可能全部记下来？我真的可以全部都记下来。对方公司一共提了11次利益链，其中2次是比喻，1次是开玩笑，还有3次是口号和总结，我都能把这些全部记录转化成文字，马上给你写下来。另外，咱们公司的赵总一共举了3个例子，其中1次是2017年香港佳士得表现。等会儿，你是说所有的会议记录你都能记下来？我从小记东西就非常快。另外，小文姐，你全程咳嗽了5次，掉了1次口红，抠手2次，还拉了3次头发。怪不得，真是厉害。所以你放心吧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写下来。怪不得老板让你参加下个月的举牌工作。你这样，回去之后一定要把拍品的所有资料全部背下来，一个字不能落，然后英文的翻译成中文。明白了。哦，还有，后天我要和老板参加一个红酒盲品会，我们俩一起跟老板去。真的？你要全程跟紧我啊，然后穿得像样一点儿。谢谢小文姐。那些物料还没做呢，你明天之内能把它搞定吗？没问题。我记得上次开会提过，一共要去2135人。那资料是人手1份吗？哦，对。好的，那小文姐，我先去忙了，有事你叫我。好。小文姐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胃药，我看你这2天胃疼。另外，你也不是铁人，你得学会多照顾自己。水我给你放这儿了。